我们终于收到了母星的回复，总部会派遣一支13人的救援队过来。计划是，在他们抵达后12个小时，返回母星的空间跳跃点将会开启。不要来，不要登船，种子就在身上。我们就是被派来的13个人。船长说的啥救援队？是我们？最初我们不就是13个人上的船？没错，当时我们还觉得主神把难度一下子提得太高了。救援队，目前这情形，要救的首先是我们自己了。看样子我们花了大半时间，总算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弄明白任务是什么。船长所说的跳跃传送点，应该就是任务的目标终点了。很有可能，看来规则没变，时间限制还是有，只是得自己找出来。任务完成的话，我们怎么离开这里？一旦成功完成任务，主神会将我们带回去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不论在任何地点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哪怕只剩一口气。那我们把飞船按时开到传送点，是不是就算完成了啊？这样的理解好像也没错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这些人也许能回到主神空间，但这艘船会被传送回母星。那又怎样？对于已经失去联系的母星来说，那里的人迎接的不是回家的亲人和朋友，而是一船的异形怪物。我做不到。你这人挺有意思，自己的命都不一定保得住，还在这念念不忘要当英雄。你要成英雄，没人拦着你，我们可没多余的命陪着你。主神的任务，返航前面还有安全2个字。没错，这个安全的意思，一种，船上还活着的人安全，那就是只要我们想办法活着到达目的地；一种，这艘船也得安全。记得船长提到过的特殊的收获，需要被完整带回。还有一种，对这艘船要回去的地方，也就是母星来说，送回去一船怪物，估计没办法叫做安全吧。我们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哪一种，然后才能再去操心完成的事。如果判断错误，就算活着到了目的地，也是失败。任何选择都不保险的时候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做选择。不选择，那是我们就这么等死吗？我觉得跟船没关系。主神问我们的生命的意义，真正的活着，都是针对人，是吧，杰哥？没错，果然是眼镜牛啊。去掉了一种，还有2种可能，那不是还是得选？不选。到底要干什么？的确，不用选，都解决了就行了。解决什么？怎么解决？你们疯了吧？解决那些怪物根本杀不掉。我们中不是有人做到过？我也只是侥幸，无意间解开了初级基因锁。那也太凶险了！你的机能衰竭那么严重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你坚持了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。大概不到半分钟。说不上什么感觉，好像我并不是我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干掉他，他必须死。我不记得了。小子，你还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杰哥，我觉得我可以再试试。你说的没错，循序渐进找到平衡的话，我应该能掌握这种力量。但是得把它用在最关键的地方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想想怎么干吧。你们疯了！我才不去送死！谁知道那群怪物到底有多少只？光门口就有3只等着把我们撕碎！你们这群疯子，把飞船开到指定地点不就得了？就算
这什么母星，那也必须找死讲！三只在主通道，一只在紧急通道口。之前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探测过了，这4只，估计是这艘船上目前所有的了。对了，除了那个地方，探测不到。你冷静点儿，说不定还能活得久点。其实，倒也不需要和他们硬拼。就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就一口气说完吧。既然船不重要，那就把这群家伙留在船上。这种大型宇宙舰，不可能没有救生舱或者穿梭艇。根据坐标信息，我们做这些应该都能到达目标跳跃点。至于彻底干掉这些怪物，撤离的时候启动船上的自毁程序就可以了。好主意啊，不用面对面硬上，还能一锅端了他们。具体怎么做，你应该也想过了吧？说吧。沿着这条路线走，可以最快达到逃生舱所在区域。计划很简单，升起主通道和紧急通道的所有加强隔断，引诱他们集中到主通道这个区域，再放下加强隔断困住他们。我们可以从紧急通道撤离。怎么引诱？当然是用诱饵。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凭什么是我？你要我去送死？你们为什么不去？如果真的是去送死而已，那也没有意义。虽然当诱饵的危险性确实不小，但是你却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就因为我没你们强大，才没用是吗？是。你还是不是人？是，还是个想活下去的人。通常情况也不用算得这么细，不过眼下就我们几个，并且都想着活下去，每个人都得发挥自己最大的用处。或者，我去当诱饵，你来指挥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现实一点，至少展现一下你的作用吧。否则，你就只是一个累赘，没有人有义务一直救你。等一下，我第一次进入无限世界，也就只是个普通人，也是因为强化了之后，才能有现在的身手。只要有机会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强者。说到机会，你的基因锁是怎么解的？我想活下去。没错，足够强的求生意念，让你直面死亡的时候解锁了。人人都可能成为强者。那现在，不就是给了他一个展现求生意念的机会吗？去你的机会！让我去当诱饵，这是什么狗屁机会？你千万别说自己来替他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大的效用，他来做诱饵，所有这些比他强的人都可以集中力量保护他。如果你去，他就是一个毫无战斗力的漏洞，保护他对任务来说毫无价值，他只可能死得更快。就连我们都有更高的概率陪着把命搭上。你自己也解释过，这里是什么样的无限世界？难道弱者其实更有资格活着吗？你冷静点，他说的没错，在这里每个人的命都得靠自己挣。你们，我会分别安排任务，10分钟后行动。现在，你还会想要放弃活下去吗？来这里之前，的确想过不止一次。那时候觉得生活带给我的都是绝望，不如一了百了。但现在不了，现在我很怕死。我也是。说起来容易，但真到那一刻，每个人都害怕，谁都没有权利去决定任何人的生死，因为觉得没用，就推出去。郑扎，也许你不爱听，
但是我觉得楚轩说的没错。这算是主神给每个人的试炼吧。共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，去争取活下去的机会。有用没用只是一种说法，死亡面前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我无法反驳，我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尽可能活下来。我们不是那些怪物，我们是人呢。郑扎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世界本来就有残酷的一面，没有人能做到所谓完美。面对现实，何尝不是活着的人必须要做的事？李帅西到这个区域，郑扎守在拐角，霸王领点张杰火力掩护，詹兰后方救护准备。按住其中一套的中心启动按钮，超过3秒解除保险，转着朝怪物的头顶上方扔出去。记住，2套同时扔出去，朝着加强隔断的方向，尽力扔得高一点。当加强隔断升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动，一定不要动，等我的讯号。送死是吧？老子活不成，你们也别想活下去！陪我一起去死吧！都去死吧！凡人的智慧，果然只有狭隘懦弱。现在全体退回主控室，他们要过来了！你真正的目的，就是用他的血肉做诱饵，是吧？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他活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我叮嘱过他，必须朝着隔断的方向。我让霸王给炸弹加了磁悬浮定向，隔断的位置就是炸点定位。只要启动，无论怎么扔，炸弹都会飞向炸点。如果他能战胜自己的懦弱和狭隘，按我说的做，至少有30%活下来的概率。机会是他自己放弃的。混蛋！你把人命当什么？人命，他的命丢了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算了，没必要和你解释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所有人最大可能的完成任务，活下去。我从来不错，绝对不会错。郑扎，冷静点。小子，别犯傻，活着的人更重要。郑扎，还有2只。根据我的计算，倒计时的时间里，外面剩余2只突破加强隔断的概率有35%。多加一道防护，把他们放进来，困在主控室里。眼睛，你要小心！张兰！